大家好，我是非常想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秀发的德布西。听说黑芝麻对头发生长非常有帮助，所以这2个礼拜我卯起劲来研究，并且尝试制作各种不同种类的芝麻馒头。结果2个礼拜，真的只有2个礼拜的时间，你们看我的头发，对不起。我在冰箱找到一包快要过期的黑芝麻粉，这个时候你只要小火干锅翻炒一下，就能够重新燃起黑芝麻的香气。这边准备中筋面粉204克，水112克，酵母2克，糖20克。接着我们把刚刚炒过并且放凉的黑芝麻粉56克以及6克的椰子油放进去。第一个芝麻馒头的提案呢，我们要用手揉的。现在这个面团的总重量大概是405克左右，那我们今天要做成4颗馒头，所以1颗大概落在100公克。但如果你想要让它更少的话，你就可以做更多颗一点，比如说你可以做成5颗，然后1颗80克。像这种重量在500公克以下的面团，在所有的材料混拌好成团之后，如果以手揉的方式，通常我大概揉个10分钟左右。不过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它发酵的速度会非常的快。那我这个面团大概揉个5分钟6分钟，我就觉得状态已经差不多了，已经可以蛮光滑的。我们就让它先静置个5分钟。舒缓过后的面团，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分割以及擀揉的动作。每一个分切好的面团都要经过几次反复的揉压，一方面帮助面团可以排气，再来就是让颗粒比较大的芝麻粉可以更好的吃进面团里面，那这样子面团也可以变得更细致光滑。最后我把它收口成水滴状的，就是我们之前羊角馒头的做法。接着把细细的尾巴部分往台面上轻压，我们就会得到一颗高高的面团。那在经过发酵还有蒸制的过程之后呢，整个馒头的形状会比较好看，比较有精神。OK， 接着我们进行最后的发酵。现在是夏天，我放在没有插电的烤箱里面发了大概30分钟，我们用手测试一下，慢慢的回弹就表示发酵完成咯。电锅外锅放1杯水，大概蒸至12分钟，跳起来之后，哇，香喷喷的馒头就出炉喽！黑芝麻粉的颗粒感，还有它造成的大理石斑纹的效果，看起来真的让人非常有食欲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款芝麻馒头提案。第二款芝麻馒头，我们来用老面制作，严格来说叫做隔夜面团。那我们有100公克的中筋面粉、50公克的水以及1公克的酵母。稍微揉到看不见粉状，我们就可以盖上湿布，让它在室温发酵1个小时，然后再转往冰箱冷藏隔夜。不过放置在冰箱时，最好把湿布改成保鲜膜或者是塑胶袋，这样子在冷藏的过程当中，面团的水分才不会走失太多。好，这边是隔夜面种，那我们取122公克，把面种剥成碎块之后，我们加入68公克的水，让它们可以混拌一下，再加入2公克的酵母，接着是122公克的中筋面粉以及20公克的糖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已经变成液态的面种呢倒进去。这一次我们要用机器来打。这个面团的重量也是400公克左右，那我是用1速打大概4分钟左右，取出15公克的面团，等一下要做花纹用的。接着我们加入58公克的芝麻粉以及8克的芝麻酱。如果没有黑芝麻酱也没有关系啦，你们可以换成椰子油，或者是把家里没有开封的东西赶快用一用。OK， 接着面团续打2分钟就差不多可以咯。我们把打好的面团放到台面上，稍微整理一下，接下来就要进行分切的动作。切成4颗各100公克左右的面团之后，我们让它醒一下面，先来处理白色刚刚取出的这个小小的面团，搓揉这个面团，帮助它排气，也让它可以更细致。我们来看一下它变化的过程，最后是这样子。所以按照同样的方式，我们来处理4颗黑色的面团。
在揉到差不多产生光滑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白色面团搓成不同的形状，然后把它粘黏上去。为了让白色面团可以更贴合黑色的面团，我们把它翻面，然后轻轻的揉压，接着就要慢慢的滚圆，再把比较混乱的收口处把它收成水滴状的小尾巴。哎呦，你们看我的手臂好惨哦，这就是把手当玩具跟猫玩的错误示范。OK， 带有白色斑纹的馒头就这样子完成咯。31.2度，这次我们放进发酵箱里面，发酵大概30分钟，放进电锅里面蒸，跟前面的步骤一样。接着馒头就出炉喽。这一笼加了老面的芝麻馒头，我真的忍不住，赶快剥一颗来尝尝。因为芝麻酱的关系，所以这一款馒头比前面那一款的芝麻香味要再更浓厚一点。那我们来看看加入老面的区别到底是什么。这是在室温已经放凉了大概3个小时的2款馒头的比较。左边的老面馒头明显的弹性比较好，面团的活力感觉老面馒头更胜一筹。你看它蒸制出来的高度，还有它气孔。这个老面馒头唯一的缺点就是我用的那一款黑芝麻酱，它的芝麻颗粒太大了，所以不管是成像或者是吃起来的口感都有点像杂粮馒头，很适合逃难的时候携带。第3款，我们来制作黑芝麻包。首先来制作芝麻内馅，3种食材透过搓揉的方式结成团之后，我们可以先放到冰箱冷冻5到10分钟，之后再直接切分成5等份滚圆，然后放入冷藏备用。内馅的部分一次做完，我们就可以专心来制作面团。那把一部分的中粉改成低粉，是我想要让它松软一点。机器搅打约4分钟之后，我取15公克的面团出来，要染成黑色的。那其余的面团则继续搅打2分钟。黑色的面团我们直接用芝麻粉来染，因为它会造成像水墨一样深浅不一的变化。接着我们将在机器里面搅打好的白色面团取出，要进行赶压排气的动作。前面2种馒头在制作的时候，这个排气的动作，我们是在分切完4个面团之后，对每一个面团进行揉跟压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使用的是把整个面团变成面片，以擀跟折的方式去进行。接着我们把这个圆柱的面团切成5等份，每个面团大约52公克。这边我们就直接把白色面团呢滚圆，然后在上面直接做黑色面团的造型。尽量把面片擀得外薄内厚，这样子等一下包入馅料之后，最后收尾的时候才不会卡一堆面团在那边。我们边转边用虎口去收拢捏合这个面团的裙边。这里我要使用一个之前在中华谷类研究所学的判断发酵的方式。我取了一个刚才刻意留下的10克的面团放到量杯里面，那你要把它这样子尽量的铺平。我们看量杯里的面团，它如果膨胀到1倍甚至到1倍半的时候，就表示发酵完成了。OK， 刚才刻度是10，现在已经21、22了，就表示发酵完成咯。让我们放入电锅去蒸。令人紧张的时刻到了，屏气凝神，哇哦，就碎了啦！你们看它这个斑纹跟用竹炭粉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，它这个很像水墨一样，我要叫它水墨黑芝麻包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卖吗？你们会买吗？这个我也是迫不及待拆1颗来吃啊！你看这个包子的外皮
十分的松软，然后芝麻内馅非常的香浓。哎呀，我都感觉我的头发一根一根的由白转黑，然后一根一根爆的长出来了。哎呦，下次你们看到我，可能真的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了。我是一个和一只猫生活在一起、单身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练习生，希望可以从食物和烹饪里面找到生活的动力。家庭主妇练习曲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